仅仅只是不辞而别了4天，男人便惊恐地发现妻子竟然背着自己在酒店里与别的男人搞起了暧昧。于是他立刻冲进了酒店，想要当面向妻子解释自己为何会不辞而别。怎料丽兹见到他后却满是惊恐。Excuse me, do I know you? 马丁瞬间傻了眼，以为妻子还在生气的他立刻道了歉，可丽兹却一脸疑惑。他拉来刚才那个与他举止亲密的男人，并且表示这是自己的丈夫马丁博士。Who the hell are you? I'm her husband. Would you mind just getting him away from us, please? Back off. What's going on? Come on, tell me. 因为没有证件，马丁随即便被保安带出了酒店的宴会厅。为了证明自己并没有说谎，不死心的他让酒店打开了4天前的监控录像，可他发现监控只拍到了丽兹一个人。马丁只好解释自己当时一直在门外。原来4天前，正在酒店门口取行李的马丁突然发现少了一个行李箱，因为里边放着开会时要用的重要文件。于是他来不及告诉正在办理入住的妻子，便拦下了一辆出租车，再次赶往了几十公里外的柏林机场。他本想在车上打电话通知妻子，可手机此时却根本没有任何信号。更糟的是，就在出租车飞速疾驰的时候，意外发生了。由于头部受到撞击，马丁当场便陷入了昏迷。好在女司机临危不乱，先后砸烂了驾驶位以及车子后窗的玻璃，成功拖出了陷入昏迷的马丁。可当他看到马丁接受到医生的诊治后，不想担责的他便悄悄离开了现场。而当马丁再次醒来，这才从医生那里得知自己已经昏迷了4天。由于头部受到了撞击，马丁只记得自己是一位生物学博士，与妻子来到柏林是为了参加一场学术会议。除此之外，他已经丧失掉了车祸前的大部分记忆，甚至连妻子的手机号码也已经彻底遗忘。I can't remember bits and pieces. Arriving at the airport, I don't know how I got here. In Harris, okay? Yes. Okay. Clothes for you. 没有办法，马丁只能从随身携带的一块手表以及一本写着数字代码的植物图谱中寻找线索。可除了自己与妻子相处时的模糊片段，马丁的大脑却依旧一片空白。I'm glad you like it. 就在他满心郁闷之时，电视上关于沙达王子参加全球生物科技高峰会的报道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I'm here for the summit. Nurse! 于是还没有完全恢复的马丁不顾医生的劝阻，强行赶往了会议举办地阿德隆饭店。没想到竟然发生了开头的一幕。虽然监控画面中没有出现自己，但他依旧坚称自己是真正的马丁博士。为了证明身份，他让酒店在网上搜索了自己的信息，怎料出来的却全都是那个冒牌货的简介。就连自己在兰德瑞莫大学的同事罗德，此时也完全无人应答。没想到马丁真的无法证明自己就是自己。看着正要逮捕自己的警察，马丁只好一改刚才的强硬，向酒店经理说起了软话。他告诉对方自己刚刚遭遇了车祸，这才发生了记忆错乱。随后他便在保安的监视下离开了酒店。可仅仅一个路口，不甘心的马丁便立刻下了车，还差点遭遇车祸。随后他在附近找到一家小旅馆，尽管表示可以支付更多的房费，但因为没有护照，他还是被老板赶了出去。无处落脚的马丁只好再次拨打了同事罗德的电话，然而对面传来的却依旧只是留言。就在这时，马丁突然在广场对面发现了一辆熟悉的车子，仔细观察了一番之后，他很快就确认这就是刚才差点撞到自己的那辆越野车。难道是有人在跟踪自己？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马丁立刻进入附近的一座地铁站。不多时，一个手提着公文包、戴着眼镜的男人便快速追了上来。确认自己被跟踪后，马丁随即便加快脚步跑向了地铁站台。
终于赶在地铁关门的一刹那冲上列车，成功甩掉了那个跟踪者。他长舒了一口气，但心中仍然充满了警惕，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于是他掏出随身携带的职务图鉴，靠着仅存的记忆写下了自己原本这几天的安排。下车之后，马丁通过公用电话的通讯录，成功找到了合作对象贝斯勒博士的实验室地址。就在他撕下通讯录准备离开之时，附近一台出租车上的叫车电话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猛然想起车祸时在车内看到的就是这个电话，于是他立刻赶到了这家出租车公司，想要从司机那里打听到更多有用的信息。没想到收到的却是老板的破口大骂。原来当时开车的司机是个东欧来的非法移民，因为他没有驾照，因此保险公司不予理赔，让公司白白损失了10万欧元。现在他们也在寻找那个女人的下落。 So I'm guessing he doesn't know where she is. No one knows where she is. 虽然翻译科比嘴上不承认，但马丁却看出对方一定知道女司机在哪。他告诉科比，自己只是想感谢对方的救命之恩，并且会给他一笔钱表达谢意，这才说服了他。可当马丁赶到安娜上班的餐厅，碍于自己非法移民的身份，安娜却并不愿意再与他扯上任何联系。很明显，这条线索暂时已经走不通了。 Thank you for saving me. 于是马丁只好马不停蹄赶到了贝斯勒博士的实验室。虽然没有见过面，但两人之前通过电话发过邮件，这足以让博士证明自己的身份。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那个抢走妻子的冒牌货竟然也在这里。 This man is not Martin Harris. I am Dr. Martin Harris. There are two Martin Harrises. 为了验证自己的身份，马丁立刻讲出了只有2人才知道的通话细节。一时间，博士也信以为真。可没想到，对面的冒牌货同样也讲出了许多只有他和博士才知道的秘密。 No, that wasn't you. Don't you remember we spoke about how brave our wives were? But she insisted, and that's how I first saw Leonardo's Vitruvian Man. 就在博士大脑宕机的时候，警察终于赶到了现场。于是男人见状，直接亮出了自己的钱包，里边不仅有他在美国的驾照，甚至还夹着一张他与丽兹的合影。 等他再次醒来，便再次被送回到了之前接收过他的医院。为了安慰马丁，护士给他提供了一个私家侦探的联系方式。与此同时，主治医生也为马丁安排了一次核磁检查。然而，就在检查即将完毕的时候，马丁却发现操作员竟然变成了跟踪过自己的眼镜男。 Hello, Martin. This won't take very long. 随后，眼镜男便将马丁推上了一旁的担架，因为检查前注射了镇静剂，马丁只能任由他捆住了自己的手臂，并且眼睁睁地看着他在药物中注射了毒剂。这时，护士刚好走了进来，可下一秒就被眼镜男扭断了脖子。看着地上护士的尸体，马丁终于确信那些记忆就是属于自己的。于是，等眼镜男刚一离开，他趁机拿走了护士身上的剪刀，接着又趁他处理护士尸体的空档，剪断绑带，悄悄逃了出去。 而当他刚冲出治疗室，便恰好遇到了大批急诊的伤员。一片混乱中，马丁混上了运送伤员的救护车，幸运地逃出了医院。虽然侥幸死里逃生，可惊魂未定的马丁却没有一丝的安全感，仿佛每个路人都像是要抓他的杀手。 无助的他只好拨打了妻子房间的电话，可接听电话的却依旧是那个冒牌货。没有办法，走投无路的马丁只好拿着护士提供的地址，找到了私家侦探希勒。希勒曾是东德情报机构斯塔西的高级监谋。当他得知了马丁的遭遇后，早已沉寂多年的他瞬间来了兴致。虽然此时的马丁只剩下了不到100欧元，但希勒还是决定帮他寻找真相。简单的查看了一遍马丁随身携带的物品之后，希勒瞬间就找到了问题的关键。 为什么会有人大费周章地冒充他？ In the Stasi, we had a basic ask enough questions and the man was Do you believe me? I believe you're telling the truth, Doctor. 希勒告诉马丁，他会尝试联络他的同事罗德，同时建议他重新找到安娜，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在场，他肯定还知道些什么。 Then there is the question of... Oh, money, of course. Here. Here's everything I have. for expenses. Gina,
为了寻找真相，马丁只好再次找到了安娜。虽然这次他依旧不想惹麻烦，可看在马丁价值5000欧的劳力士的份上，安娜终于决定第2天同希勒见上一面。与此同时，接受委托的希勒也没有闲着，他通过网络查询了即将召开生物科技峰会的网站，果然发现了马丁口中的贝斯勒博士的资料。除此之外，他还意外发现身家千亿的沙达王子就是此次会议的赞助者，而他此前就已经遭遇了多次暗杀，这不由得让希勒产生了一个大胆的猜测。另一边，由于马丁身上没有任何证件，他只能在安娜的出租屋中借宿一晚。可安娜见状后却生气地将画册抢了过去，原来画册背面就是他的存钱记录，只要存够4000欧元就能买到证件离开这里。而马丁的手表正好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此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而敲门的不是别人，正是之前向马丁透露了他藏身地的科比。虽然此前安娜捅出了大篓子，但好心的科比还是偷偷给安娜送来了夜班出租的钥匙。然而科比离开之后没多久，房门竟然再次响了起来，可这次敲门的却是眼镜男以及另一名杀手。眨眼的功夫，安娜便被眼镜男勒晕了过去，而另一位杀手则慢慢走向了马丁正在洗澡的浴室。可当他撞开门，浴室内却早已空无一人。穿过敞开的窗户，杀手判断马丁肯定是从连接顶楼的天梯下楼了，于是他用双脚卡住扶手，迅速滑了下去。然而此时马丁却并没有下楼，他只是躲在了房顶的背面。另一边，眼镜男掏出毒针准备直接杀死安娜，好在生死时刻安娜及时醒了过来，就连浴室里也传来了响动。不得已，眼镜男只好将安娜作为掩护，慢慢向浴室移动。怎料安娜率先发现了马丁，他突然一个闪身，躲在门后的马丁便趁势举起扳手杀了过来。虽然马丁根本就不是杀手的对手，但凭借抠眼睛以及手上的扳手，马丁竟然与对方形成了僵持。与此同时，跑到楼下的安娜却惊恐地发现了科比的尸体。更糟的是，公寓的大门也被下楼的杀手彻底封死，而此时体力不支的马丁也早已被眼镜男全面压制。就在他即将被眼镜男掐死的时候，原路返回的安娜果断捡起毒针，狠狠刺入了他的脖子。转瞬之间，眼镜男便瞳孔放大，彻底下线。随后马丁便带着安娜从邻居家下了楼。等杀手再次返回，两人早已登上了科比留下的出租车，快速逃离了现场。然而他们还是低估了杀手的速度。马丁刚开车驶入下一个路口，杀手驾驶的越野车便拍马赶到。紧接着马丁便与杀手在柏林的街头展开了一场极速狂飙、逆行、漂移、倒着开。虽然马丁只是一名生物学博士，但舒马赫附体的他却在与杀手的比拼中毫不示弱。最终在激烈的相互碰撞中，马丁驾驶的出租车意外翻车，好在两人赶在有轨电车赶到前，及时逃离车厢，侥幸逃过了一劫。随后两人趁着混乱成功躲进了安娜老乡看门的夜场。虽然暂时摆了追杀，但情绪失控的安娜随即便送了马丁一记耳光。她不敢相信自己一时的心血来潮竟然给好友科比带来了灭顶之灾。可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安娜很快便平静了下来，因为此时只有马丁能帮她摆脱追杀。第二天，马丁便带着安娜与希勒分享了情报。经过昨晚一夜的思考，他终干发现书上的几排数字，分别指代这本书的页数、行数以及第几个词。将这些词组组合起来，就是灯笼草以及加州月桂的英文拼写。然而这两种全都是普通的植物，跟他与贝斯勒的研究并没有什么关联。而希勒这边也有了新的发现，贝斯勒一直在从事杂交玉米的研究，想要彻底解决全球的粮食危机。为此他计划在生物高峰会对外免费公开自己的专利，而沙达王子就是他最大的支持者。然而他们也因此触动了某些国际粮食巨头的利益。沙达王子近期已经遭遇了数次暗杀，也许这就是他们冒充马丁的真正原因，因为他就是为数不多能接近王子的人。可要证实希勒的猜测，他们必须首先得到利兹的确认。马丁猜测挟持他的人肯定还会按照他的日程安排行事，因此他知道两人今天会在哪里。于是他们兵分两路，安娜负责监视冒牌货与贝斯勒的约会，而马丁则守在美术馆对面，
等待独自参加摄影展的丽兹，就像猜测的那样，没多久他便见到了丽兹的身影。于是他立刻一路小跑追了上去。可进去之后发现，之前追杀过自己的杀手竟然也跟着丽兹。更糟的是，因为冒牌货提前结束了会面，于是安娜便打来了电话，而突然响起的电话铃瞬间便吸引了杀手的注意。好在马丁一番神级走位，不但成功的躲开了杀手，还顺利在展览馆的角落找到了丽兹。可丽兹却告诉马丁，他现在还不能逃走，因为这些人随时会杀掉他们。他让马丁先取回遗留在机场的行李，他们随后再在机场会合。接着，丽兹与马丁吻别之后，便再次回到了这群杀手的身旁。虽然不清楚妻子为什么要这么做，但马丁还是第一时间带着安娜赶往了机场。与此同时，刚刚回到家中的希勒突然接到了罗德打来的电话，他声称自己任教于莱比锡学院，非常想跟他见上一面。希勒听后却瞬间脸色突变，因为他之前明明听马丁说过他们都在兰德瑞莫大学任职，可他并没有拒绝，而是径直翻出了自己藏在柜中的茶叶包。没多久，罗德便找了过来，他很好奇希勒为什么要接手这个案子。 European-based assassination unit called Section 15, second to none in the planning and the field. What's more, they never failed. You had time after I called you. From Section 15, Mr. Cole, I can hardly walk. 罗德此时也卸下了伪装，可就在他逼问希勒说出更多马丁透露的信息时，刚刚喝完茶水的他便应声倒了下去。原来他刚刚喝下去的正是从任职斯塔西时就留下的氰化物。另一边，马丁也顺利在机场找到了自己遗失的那个皮箱，并且成功拿到了能够代表自己身份的证件。接下来他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等待妻子与自己会合。为了表示感谢，马丁将皮箱中所有的现金全都给了安娜，可安娜却依旧有些不安。 What if you told them where you were going? Yes, she wouldn't. She's my wife. 很明显，现在马丁已经不再需要自己，干是他摘下了马丁的手表，随后便转身离开了现场。可安娜前脚刚走，刚刚送走了希勒的罗德便来到了马丁身前，他谎称丽兹就在门外。可当马丁刚一靠近车子，杀手便突然出现将他电晕。没想到妻子真的背叛了马丁，而这一幕恰好被正要离开的安娜全程目睹。看着对方逐渐远去，安娜便谎称让出租车司机搬运行李。等司机刚打开后备箱，她便趁机开走了他的出租车。 不多时，马丁就被罗德带到了一处废弃的停车场。他刚要质问对方为何要背叛自己， You really think you are Martin Harris, don't you? My oldest friend. You know who I am. Of course he's not. But then neither are you. There is no Martin Harris. 原来马丁·哈里斯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全都是他凭空虚构的。他之所以虚构出这个传奇人物，就是为了能渗透进高峰会，以便完成刺杀任务。所以马丁的真实身份正是暗杀组织15区的王牌杀手，而丽兹也只不过是他暗杀团队的搭档。他脑中所有残留的记忆，只不过是他们为了掩护身份而做的伪装。只是因为他突然失踪，组织才不得不启用了备选杀手。 By the way, he's dead. And he died very well. 既然得知了真相，那么等待马丁的也只剩下了死亡。然而就在杀手向马丁发泄怒火的时候，安娜开车及时赶到了现场。罗德见状只好躲上了汽车，而杀手则火力全开试图反击。怎料受到惊吓的安娜却焊死油门，直接将两人连人带车撞下了楼。 看着罗德手提箱中自己真正的证件，马丁终于想起了全部的计划。原来早在3个月前，他就跟丽兹来过一次柏林，并且在阿德隆饭店的总统套房安装了炸弹。 We are killers. Friend Shad is going to be assassinated tonight. There's a bomb in his suite. 眼前的现实让马丁难以接受，可安娜却告诉他，与其在这里意志消沉，还不如亲手改变这一切。于是，马丁随后便带着安娜从后门混进了酒店。可悲催的是，两人还没走几步就被监控锁定了行踪，紧接着便被埋伏的保安完全控制。与此同时，丽兹与贾马丁也已见到了沙达王子。可相较于王子，贝斯勒博士的背包才是他们的真正目标。趁着邦博士放包的时机，丽兹悄悄将手链上的无线发射器插进了他的电脑。随后，他便进入会场隔壁的房间，用提前准备好的接收设备连接上了博士的电脑。
而他2个加密硬盘中的密码就是灯笼草以及加州月桂的英语全拼。传输完成后，利兹按照计划启动了定时炸弹，并且赶在博士发现前，巧妙地摘下了电脑上的发射器。随后，他一个眼神便叫走了正在与沙达王子交谈的贾马丁。另一边，被抓的马丁只好告诉经理，他已经提前在酒店安装了炸弹。安全起见，酒店经理只好查询了3个月前的监控，果然查到了他与利兹一同办理入住的画面。于是他立刻拉响了酒店紧急疏散的警报。由于人群提前撤离了会场，杀手也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计划。利兹让贾马丁趁乱干掉贝斯勒博士，而他则要重新上楼拆掉炸弹，因为之前的监控录像已经拍到了他。就在这时，马丁突然在人群中看到了贝斯勒与他的女儿，他瞬间想起之前破解的那2个花名就是他女儿的名字，而这也许就是贝斯勒资料的密码。一旦杀手窃取了资料，那么为了防止贝斯勒再次将专利公开，他们一定会对他进行暗杀。如果发生爆炸，大家一定会认为恐怖袭击的目标是沙达王子，而这正好掩护了他们的真正目标。马丁只好暂时将他们打晕了过去，随后他一路狂奔，终于赶在贾马丁动手的前一刻将他拦了下来。可因为失忆导致的技巧生疏，马丁很快便在与冒牌货的单挑中落入了下风。好在关键时刻，利兹拆弹失败发生了爆炸，而酒店内部也随即发生了垮塌。马丁躲闪不及，被落下的石柱撞飞了出去。没想到这一撞却让马丁瞬间恢复了全部的记忆，这也让封印在心底中的格斗技巧全部解锁。短暂的喘息之后，马丁随即便火力全开。不费吹灰之力，便完成了对贾马丁的反杀。虽然已经完全恢复了杀手的记忆，但随后赶到的安娜还是让他放下了手中的利刃。1天之后，劫后余生的贝斯勒博士便免费公开了他的专利，而利益受损的国际粮商的估价也应声暴跌。与此同时，马丁与安娜也拿着各自全新的护照，一同登上了一列通往未来的列车。